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晚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生活小话题的新单元。还算新啦，才开始没有几个礼拜而已。然后大家也蛮喜欢聊一些生活上会遇到的事情。顺便推广一下我们的古书啊，大家好不好奇我们今天推广什么书？对，然后呢，大家要用力买，努力买啊，让我们销售量好一点啊。好，那如果你觉得我已经买了，你也可以推荐你的朋友在学习中文的哦。通过故事来学中文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而且我们每一周都会有新的书推出来了。对，然后大家一定会喜欢的。那么灿叔，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也是大家日常生活中一定会有的感受。真的就是为什么好像我们人生总是被困住的感觉啊？对，因为在人生里头其实会遇到诸多问题，诸多困境，我们好像在那一个瞬间，不说一个瞬间，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感觉自己被困住了，被绑住了，甚至被粘到了这种蜘蛛网上的感觉，就是怎么也挣脱不了。你甚至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被困在了上面，你就会有这种感觉，日复一日的，好像生活也没有起色。我是觉得这个是很多很多人的一个常态。其实我们肯定作为大叔也经历过很多这些东西，经历过很多这种阶段，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主题呢，具体来说就是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被困住的感觉，遇到了困境裹足不前的感受啊？那我一定有啦，灿叔你有没有？我肯定也有了，我其实也分享过好多次了，而且也很多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被困住的感觉，对不对？会啊，就是说其实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被感情困住，也有啊。就是你会在一段感情里头，其实好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常态化的东西，就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你进入了一段感情，然后一开始特别新鲜刺激啊，感觉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对方的每一点都很新奇，然后你们好像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是可能到某一个点，你就会发现怎么好像越来没有意思。但是呢，你出去吧，感觉好像受道德这种约束，对，没法轻易的就是两个分开。但是好像就是继续往前走，又好像看不到头，不知道前路在哪里。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很多人的困境。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状态，但是后来确实是找到了突破口。但是就像我一个最好的朋友，我是觉得他没有找到出这个突破口，他就是找另外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式。对我而言，我是觉得对姑娘不好的方式，就是他和他当时的女朋友是从初中就开始好的，初中、高中，当时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还是比较单纯的，纯粹都比较，大部分人都比较单纯了。他们已经开始谈恋爱了，感觉感情也很好。两个人呢都是从同一个地方来的，就是他们不是县城里的人，他们是乡下有一个乡里的，都是从那个同一个学校里出来的。所以呢感觉也生活就是这种背景比较类似，对吧？共同的话题。对，而且他们说的话呢就是和我们当地的这个县城里的方言还有点区别，所以有时候他们可以说他们的小方言。对，而且两个学习成绩都特别特别好，当时是我们班的比较拔尖的这种人。但是大学之后呢就是分隔两地了。我是觉得在大学的时候，因为你走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眼界更开阔了，见到更多人了。这个时候在年轻时候那种我觉得 puppy love 那种感觉，对，比较青涩的那种感觉，其实慢慢可能就会有一些经不住考验了。但是整体而言，他们在大学还是经受住了考验，虽然还是异地恋，但是等到真正大学毕业之后，两个都回了老家龙泉。但后来男生呢就是考公务员考到另外一个县城了。然后后来就出事了，我只能是这样说，具体我就不说了。对，他的困局，他的困境就是感情，他其实困境有叠加了。他一个方面是这个感情上的困境，就是好像出不去，困在里头。对，另外一个其实我那个朋友他挺优秀了，真的挺优秀。大学毕业他其实本来想去比如说杭州啊这种省会城市去闯一闯，
但是父母强烈要求他回来，一定要回来。对。那他又想着家里是独生孩子、独生子女嘛，就想着回来之后，但是他那个状态下其实是郁郁不得志的。虽然公务员考上去，他才当公务员，他前几年就基本上我感觉他在有点混日子，他已经困在那个困境里头，他出不来了。对，所以他是双重困境叠加，然后最后他做了一个我是觉得比较极端的选择，就是他没有和女生分手，而是说和女生先结婚了。先结婚了，对，他和女生结婚。当时你像很多我们结婚的时候，婚礼的司仪主持都是找人专门去做的，他自己一个人做了司仪主持。底下那些特别是高中那些女生感觉都哭了稀里哗啦，就写那个誓词也特别特别感人。你又是自己亲力亲为去做这个事情，想不到其实当时他感情上已经出问题了。当时我回去给他做伴郎，当时婚礼的当天他喝醉了酒，当时我记得在那个酒店的走廊里头就在那哭，我搂着他，我说怎么了？他当时就和我说，他那个时候其实和另外一个女生已经有什么了，他觉得又对不起那个女生。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就为什么要走入这一步呢？你既然，但是人生很多时候这种困境，他在当下自己就看不清楚，或者看清楚了自己不知道怎么走出来，真的。对，我们不能以道德的角度去指责别人，只是说人在那个困境下，真的我是觉得很无助，会这样，对。好像身不由己的选择了这条路，是的，好像你不这样做会受到大家的谴责，但是做了又会受到自己的谴责，是的。然后其实两边女生都对不起，所以有时候人生就是会遇到这种你不得不走这条路的困境。除了像灿叔说的这个之外，其实工作也是，我相信大家在工作上遇到的困境会特别多。会的，顺利的工作有顺利的困境，不顺利的工作也有不顺利的困境。像我有很多学生，他在学习中文，但是他们呢，其实也常常遇到生活的困境，比如说他的工作用不到中文，但是用到中文的工作，他又没有办法应聘上，因为他可能中文水平还不够。对，他怎么努力学，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外商公司要的这个水平要求，对不对？的要求，所以他就会这个非常的郁闷，然后好像困在这个地方，他又有家庭要养，要去养家活口。对，所以这样的人，其实在生活上会觉得好像得不到重视，然后生活也被困住了，得不到进步。对。但是顺利的，你像我以前在出版社、出版公司上班，其实老板一直很看重我，所以我一直有升职从一个小职员变成经理。但是看起来好像一帆风顺，很多同事都很羡慕我，然后老板也有看到我的才华。对，但是其实我的困境就是，身为经理的人要面对其他部门的经理就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你到了资讯部要说资讯部经理爱说的话，对，你到了编辑部要说编辑部经理爱说的话，对，到了行销部要说他们爱听的话。痛苦的就是自己好像戴了很多层面具的双面人，是的。然后你又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就会很痛苦。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觉得我被困住了，我是不是要在这样不是当自己的公司里工作一辈子？那个时候真的会很恐惧。我觉得这样当多面人还不是双面人，当多面人的日子，我觉得过了几个月我就已经快要崩溃了，就觉得这不是我。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我在出版社还做了10年，所以那个困境没有办法改变，因为还是要养家活口，要赚钱。对啊，你就必须戴着这样的面具，用这样的方式去工作、去生活、去赚钱。到最后10年真的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再做下去要疯掉了。那要解决困境的方法，就只好真的要有勇气的改变自己，改变现有的环境，不然的话你就永远这样下去了。真的，我发现就是查出你这个困境，还有我之前提到我朋友的困境，其实有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在困在里头的时候，可能看不清怎么办，或者这个时候确实怎么看都好像每条路都不是很好选，但在那个状态下，你就只能跟着自己的心走，把自己的眼睛蒙上，然后这样往前走。
可能我是觉得总能走出一条路来，不管怎么样，这条路不管最终其实可能会对你身边的人造成伤害啊也罢，可能对你自己本身人生的生涯造成一些损失也罢，但是可能那些就是你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要是你真的下定决心跟着自己的心走，你总能走出来。我觉得评估困境是否要突破大家还是要扪心自问，你平常有没有积累你的实力？对，你平常的能力有没有去培养？像有的学生平常就努力在学习中文，他会买大叔的故事书，然后增加自己的阅读能力，多听大叔的频道视频，积累能力会让你更有信心，更有智慧的解决当前的困境。那其实这个要聊可以聊很多了不过呢我们时间有限了我们最主要是说我们大叔这次出了算是生活哲理的故事书。那我觉得在你的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更需要一些智慧的哲理来帮你解决问题。然后你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公的生活经历来看看你是不是也跟他一样，你的问题是不是也得到了解决，或者是像主人公一样有勇气的解决，或最后发现了事实真相。因为我们这个生活哲理的这个书它算是一个故事集，一共有5篇故事。5篇。其实我特别喜欢第1篇故事，就是大象脚上的细红绳。对，一个大象这么粗壮的大象被绑了一个细红绳这个画面大家其实能想象出来，很细很细，但是大象被困住了。它其实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有时候被困住了，它其实这个困难未必是说是天大的困难，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困难。所以最后我是觉得我很喜欢主人公最后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词特别能形容这个状态，就是顿悟这个词我很喜欢。就在那一瞬间你突然明白了原来是这个样子，突然之间通透了，我看到一条比较清晰的路线了。主人公也是通过大象这个事情，大象这个被困住的事情，然后反到自己身上，反躬自省嘛，自问。对，然后明白了我自己的人生困境原来是这个样的，我其实就是被困住了。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你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困住了然后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被困住了，只是觉得不舒服。你知道自己被困住了，然后慢慢去探索一条路。像茶叔刚才说了，其实也首先得积累自己的能力吧，对吧？有能力了你才能突破出去，不然没有能力你其实可能也是不断的原地打转而已。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故事里的大象一样，我们是有力气的，我们是有能力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被自己小小的细细的红绳困扰困境给困住了，你会觉得这个困境很难很大，我绝对没有办法去克服它的。其实它就是一条细绳而已，只是我们不自知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这5个故事特别有意思就是是茶叔写的，对，他的哲理5篇都完全不一样。对，所以或许有哪一篇可以打动你的心，能够跟你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5个故事的5个哲理都不同，都会给你不同的顿悟。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买一买。有时候我自己看这些有哲理的书我也会觉得我的人生有不同的想法了。真的没有看到前我会以为我什么都懂，看到之后才发现其实人生还有很多面的思考是我们可以去试一试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推荐这本这个大象脚上的细红绳对，考自己然后这本书一样是有参书念的音频然后我们有繁体还有简体版那就欢迎大家购买，你一定会喜欢的。对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如果你一样人生有遇到一些困境，你可以分享给大家，在下面留言然后有时候困境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其实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难。对，那只要你看清真相了，或许你的困境就迎刃而解好，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吧，拜拜，拜拜记得继续听一下后面的片段对，还有片段要听对好，再见，拜拜。大象脚上的细红绳。在一个热闹的小镇上，
马戏团正准备进行晚上的演出，五颜六色的帐篷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看戏的人们已经开始聚集在入口处，男女老少兴奋地期待着夜幕降临后精彩的节目。马戏团里热闹非凡，狮子、老虎和其他动物的笼子一字排开，不时能听到猛兽的吼叫声，气氛充满了神秘和欢愉。一个男人漫步在马戏团的后台，忽然被一个奇怪的场景吸引住了。他看到一头庞大的成年大象被一根细小的红绳绑住了一只脚，那绳子细得连他都可以拉断，何况是一头大象？男人心中升起疑惑，这只大象随便一动就能挣脱这根细小的绳索，为什么它却静静地站在那里，不想逃脱？